欢迎收看这个前2个礼拜，全台湾欢欣鼓舞，举国欢腾。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棒球居然拿下12强的冠军。可是，在这2个礼拜的时间，你会发现中国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讲，中国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这个国家，这个地方一定要把枪杆子牢牢的抓住。但没有想到，现在他的枪杆子居然出现了崩垮的状况，他的枪杆子的领导人居然一个一个的中箭下马。我们看到现在连《金融时报》讲，中国中央军委会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也就是我们的总政战部主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官，这是整个解放军思想管控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苗华他居然被捕了，被捕了以后，他的这个形容非常不堪。他怎么被捕？他是头上被戴上头套，戴上头套上了囚车，然后如今下落不明。那时候只有苗华吗？没有。现在国防部长董军也传出来说，现在正在被双规，现在正在被调查当中，甚至连火箭军司令王宏斌现在也都遭到彻查。那到底是习近平还要继续清洗解放军，还是现在他真的连自己的嫡系都保不住了？还有另外就是前一阵子跑到台湾来结婚的卜瓜瓜，当然那是一个喜事，台湾也可以祝福。可是后面传出来消息越来越诡异，大家觉得那真的是一场婚礼呢，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动作？我们看到卜瓜瓜这几年来，他隐姓，等于说他非常的低调。卜瓜这几年来根本没有在公共的视野里面出现，可是他居然大张旗鼓的跑到台湾来结婚。当然，台湾来结婚一开始也非常低调，可是影片就开始慢慢释出来，释出来了以后，他居然讲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大局牺牲。很明显，他要透过台湾这个场合，为他的爸妈来洗白，为他的爸妈来平反。你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难道这个红二代开始集结，而这个集结真的已经威胁到习近平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民主采访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哲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总长吴子嘉，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张宇轩，好。好，第4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吕玉峰，大家好。好，第6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所以我刚刚讲在。正当我们2个礼拜的时候，为整个台湾棒球欢欣鼓舞的时候，你说中国居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这个微妙的变化真是吓死人了。第一个是，照理讲你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出政权，习近平一手培养你把海军不断的提拔，不次拔擢的苗华居然被带走，带走了以后居然被看管还讲说他是头套戴着离开，不只是苗华，包括王厚斌，包括董军，现在人都中箭下马。更夸张的是，这个时刻。非常微妙的是，卜瓜瓜不但是来台湾结婚，而且要帮他的爸妈平反。宝姐，中国政坛呢，恐怕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出大事了。大事？为什么要出大事？因为现在有非常多不寻常的讯号出现。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之前11月23号的时候，其实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被查。当时呢，中国一直都说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董军被查，对，没有这件事。但是呢，中国自己承认，董军目前为止还没有事。但是他们的中国的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出事了。因为苗华出事已经传了2个礼拜，对，传了2个礼拜以后，中国都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动作。对，结果当你传出董军被抓了以后，是中国就承认，没有。苗华被抓了，宝姐，董军出事还好，但是苗华被抓是出更大的问题。更大的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里面政治工作部的主任呢，事实上这是习近平必须要牢牢掌握住的人。简单来说，他是负责什么？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传达我习近平意志的人。对，所以习近平从他2013年上来之后，张扬跟这个前任张扬跟这个苗华。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人。对，苗华是他从福建一路带上来，他要栽培的人你曾经讲过在习近平旁边有369队。对，当然讲的大家都知道他的浙江的之江新军。是的。可是，在浙江的之江新军之前，他是在在福建工作的。对。所以福建的这批人跟他更久，更是他的核心。对。更是他的心腹。结果苗华是从福建一路跟到现在的。对，而且听说他被带走的时候，11月初被带走的时候，宝姐是有人来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套上头套。
套上头套，就这样公众场合把他带走，很多人大家都看到，戴上头套那多难堪啊！你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这个主任你居然就这样被抓走了。好，宝杰，那为什么对习近平来说是个重创？因为苗华是他精心培育出来的，他的人就是习近平的人，对，就他出事之后，一瓜都被带走了。谁呢？火箭军的这个司令王厚斌被带走了，另外一个还有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宝杰，听说他已经自杀身亡，真假的？目前为止还不确定。然后甚至连的武警司令王春林，目前为止也不见人影。抱歉，武警司令现在是习近平身边负责中国治安人，原本是他的人，现在他也不见了，所以他一连串的人都不见了。抱歉，我们都说嘛，中国出事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号就是枪杆子先出证据，出事情了。现在他枪杆子出事了，他抓不住了，所以他抓不住之后，好，这是第一个危险的讯号，对习近平来说。第二个危险讯号是什么呢？最近大家看到博光高不是在台湾这个结婚吗？他结婚的时候，原本10月23号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低调，他还不给媒体拍，对，都拿还非常保密，我还拿着雨伞遮这个状况。但是问题是10月27号之后，突然有人主动释出他们的这个影片出来了，对，影片出来就出来，我也不藏了，我不藏了之后，然后结果还有一段话是什么？博呱呱的致辞。他还说到他的爸爸妈妈，他们薄熙来跟他的妈妈呢，你看今晚来不了，然后他们是为人民、为大局牺牲。宝杰，你什么时候？博呱呱，你已经隐忍了那么久一段时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释出这个影片？所以你才说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婚礼是一次名，对。可是真正的内心戏是什么？对，内心戏是我要透过这个场合，我要讲这句话。对，薄熙来，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为人民、为大局牺牲。对，他要开始为平反做第一个动作。简单的说，薄熙来跟博呱他们是这样，他们已经被斗倒，习近平斗倒的人哦。如果今天习近平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怎么敢讲这种话？对，他为什么敢讲这种话？表示你显然已经出问题了嘛。所以我们讲很多蛛丝马迹，你看啊，习近平真的不一样。你看，我们简单来讲，你看他这次在 APEC 里面来说，你看他其实脸色并没有很好看，然后满头都是白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不用讲 APEC， 在之前的金砖会，你记不记得？宝姐，你记不记得金砖会议里面来说，普丁看到他是爱理不理耶。所以我就跟你说，从这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知道说，习近平显然他目前为止的权威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刚才讲的是《金融时报》讲的，国防部长董军被抓，董军被抓，讲说没有，那是苗华被抓。可是苗华可怕的在于说一起归瓜，没错，说出问题。那我们讲到在里外里面，前中国海军司令参谋本部兼海军中将的姚晨，他讲说，现在整个中国中央军委会已经根本就瘫痪了。宝姐，为什么瘫痪？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在今年其实他原本一开始权力是很稳固，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今年在8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出来，对不对？8月都没有出来，就传言什么？传言张幼霞取代他的位置。对。那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可是你看到最近一连串的事件之后，这个董军传言出问题，苗华被捕，然后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被抓，然后林向阳疑似自杀，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人出问题，所以真的是，宝姐，真的有人要习的嫡系人马，要清洗习近平的人马，所以那显然张幼霞目前为止的权力可能会压过习近平。好，那这个为什么会非常重要？而且你还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当时美国苏利文到了中国的时候，对，他是跟谁对口？对，他是跟张幼霞对口。所以就知道说，事实上现在真的出了很大问题。好，那为什么说军委会可能已经完全瘫痪？目前为止，你看这个政治工作部主任不见了哈，他目前也没有递补人选。再来就是林向阳，我们刚才不是说东区司令的这个司令吗？他是负责习近平的对台工作，是要由他来负责就他现在被拔掉了，所以等于对台工作的事情都没人了。好，那我讲为什么现在会引起大家注意？为什么张幼霞起来？第一个，如果你要张幼霞跟这个所谓薄熙来，你要一起来看为什么一起来看？宝杰，那张幼霞是什么人呢？他的老爸是中国的开国的将军张宗逊啊。张宗逊是毛泽东身边非常重要的人啊，所以你要论资排辈，不好意思，我在军中的资历，我比你习近平更高，所以就说张幼霞起来的话，代表什么？代表2代势力的崛起，就是张宗逊他的后代的张幼霞开始起来，好，所以就可以连接上什么？连接上薄熙来嘛，因为他们都是红二代，红二代就是为什么那样？因为张宗逊是红二代，然后薄熙来也是红二代，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有一批红二代
在反习近平。因为讲的中国的整个权力组成里面有一个是我有一系是整个红二代，对我有一系是刚刚讲说我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团派，对团派跟红二代一直是两边这个共同的这个掌握中国的江山。没错刚刚讲到。以前习近平打压谁？对，他打压团派，对，打压红二代，对。难道但是红二代是有力量的，当然，难道起来了吗？对，红二代当然，红二代是真正有力量的，就是红二代。所以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习近平也是靠着红二代打压团派之后起来的。但现在目前为止，你看张又侠，他是红二代的军方最重要的人物哦，他现在起来，我们可以认为说他跟习近平在对抗之中。那这时候，所以薄熙来这时候丢出这些东西，你就觉得非常不寻常，因为为什么？宝杰为什么是薄熙来呢？第一个，因为薄熙来是2012年当时之间呢，他这个习近平要上位的时候，跟习近平争夺的就是薄熙来。对，薄熙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王立军他叛逃嘛，叛逃到这个成都的这个所谓领事馆之后，进入美国大使馆，美国才把这些资料给了当时的胡锦涛，给了这个习近平说，他想要叛变的一个状况，才知道嘛。那当时还知道还爆发什么事？宝姐不是还爆发当时2012年，当时还解放军都开上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周永康，然后这个令计划一垮股，所以他们都是一堆人。他们当时是主导了一个政变，想要翻倒习近平的，所以那些人现在，你看这么多年来，你有听过博国华说什么吗？没有，你有听过这些人说过什么？他这几年多低调，刚才讲他讲得很重，我爸爸妈妈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我的父母就如你们所知道的，他们无法参加，不能出席，让人倍感思念。我的心中充满爱意。关键来了，关键来了，他说。如果我开始向他们致敬，就无法重返党 party。我的意思是舞会，还有一语双关。宝姐，你觉得博呱呱对中国政治了不了解？当然了解嘛，他是红三代，所以他讲这些话呢，当然是有他的用意在这个地方。而且，那如果他是真的在里面讲，没有流出来就算了，但是为什么他流出来了？为什么他流出来？就表示呢，现在有人要跟习近平叫板的嘛，尤其是谁？薄熙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人物嘛。搞了半天，刚刚讲到，今天他的国台办的陈冰华就讲，中国政府反对恶意操作，谁恶意操作？对，代表台湾有一批人，台湾有人是想要介入中国的政争，是的，台湾有一批人也有能力介入他的政争。好，宝姐，为什么薄熙来很重要？第一个，如果你今天如果真的习近平下台的时候，谁能够取代习近平？薄熙来其实在民间有不错的声望，他当年2012年唱红打黑，在重庆，他在东北都有非常好的声望。如果你真的假设要有比取而代之的那个人是谁呢？而且他那就叫中国马英九。对，所以你就知道，实际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看，在这个习近平军权最不稳的时候，他的爱将苗华，还有这个一大堆人全部都出问题的时候，突然博呱呱的消息出来，你要把这两个你拿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中国的政局恐怕出现了我们不知道的状况在变化之中，尤其是川普即将要上台，面对这个变局中间的这个状况下，又有一个川普的变数在这边，所以来说，中国政局在未来几个月恐怕会出现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不是，我们常常讲，中国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这个国家，他很清楚，我任何要掌权，一定要把枪杆子牢牢抓住，而牢牢抓住。最近，刚刚讲，从《金融时报》讲，国防部长董军居然中箭下马，中箭下马之后，他讲没有。中箭下马的是苗华，可是刚刚讲的苗华跟习近平的关系更密切，而且出狱，他说他被抓的那个状况非常不堪，是直接被戴上头套，公开的带走，而且后来苗华一系列的人全部被清算，怎么？现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出问题了吗？对，我们这个新闻非常有意思的哈，现在整个澄清下来，就是说跟董军无关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当时是《金融时报》报董军嘛。那《金融时报》为什么他既然知道董军，他知不知道是苗华？当然知道，当然知道。那为什么不讲苗华，讲董军？故意的嘛，故意报董军嘛。然后所以这中间就是谁提供消息来源嘛？给《金融时报》。但是《金融时报》的消息来源，他讲是说美方的知情人士提供嘛，你相不相信？不相信。大家说不相信嘛？当然是中方的高层丢东西出来嘛。丢东西出来，你看《金融时报》有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哦。就是说，不管是东方、西方、美方哪一里重要的国家的重要的新闻，他非常中性的会突然间会爆出一个东西出来，放消息用的，非常很有公信力，非常有力量。好，这第一个我来解释一下。第二个，后来怎么澄清这个董军这个消息？国防部开记者会，对，
来谈发布谁的新闻，苗华。来讲苗华，对，国防部啊，这个吴谦讲的、啊，对，吴谦公开来讲说明苗华违纪的事情嘛，对不对？对，那我现在问你啊，他讲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上将主任苗华涉嫌严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好，那苗华是这个军委会的政治部主任，对不对？对，那政治部主任基本上他就等于是就是副委，就是这个叫做他是副国级的人事的异动，会有一个国防部的发言人来发表，这个不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不合理嘛，一点道理都没有嘛，对不对？你去想看，就是怎么会有一个国台办的发言人对去谈一个这个政协的这个副主席，有可能这样子吗？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嘛。为什么这样子做？为什么？很简单嘛，那就是有人要帮董军洗刷这件事情，因为董军是国防部老板是谁啊？是董军嘛，给董军一个机会来澄清他没有倒，而且跟苗华切割。这个苗华是苗华啊，对，董军是董军哦。为什么？我董军说你垮了，所以是故意放消息给《金融时报》说董军垮了，其实是放消息给《金融时报》，让董军有机会切割的。不一定，就这个一个《金融时报》放前面，国防部发消息在后面，然后国防部的消息摆明了就是要切割苗华，对不对？我们现在澄清了。然后第二段，那董军会不会垮？不一定，不一定，但不见得跟苗华这档事直接连结，因为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垮了7、8个了嘛。对，我们不要一一来算了，我们也不要记得。垮了7、8个，7、8个不是那个林向阳东部战区是最重要的啊，他是干什么？他打台湾的、啊，这个我们比较关心啊。东部战区是林向阳，是专门打台湾的，他垮掉了、啊，就是他自杀了。对，这些，所以这些东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一定是很严，为什么会垮？好，那再来谈。那第3件事情，苗华有关的垮台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苗华的波及会那么大？他是政治部主任，从毛泽东的时代的惯例，政治部主任是军委会政治部主任管什么？你知道吧？管人事安排，人事调动，对，少将以上，通通都要他批准。那这几年，他是2017年到海军政治部主任，到现在，他是陆军调过去的。他搞了一堆人上来当将军呢，那这些通通要动，现在动了7、8个了嘛，后面还会谁？所以我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是习近平下手，还是习近平以外的力量下手？对，不知道，现在看不出来。那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贪污，这4000万人民币，对，合理吗？那是笑话嘛，根本不可能有个解放军的上将贪污4000万人民币，然后被逮，然后更恶劣，你刚刚讲了嘛，戴黑头套，对，戴头套，为什么？给他难看，给大家看，不是给他难看而已，他根本无所谓了，他被抓了就难看，他要给他在军中大院嘛，游街示众，就让你所有的军中的人通通知道苗华被抓了，垮了吧？那该自杀、该跑路、该自己改宽宽的啦，所以就一波来吧。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个大的斗争确实在发生中，而且你看你运用到《新荣时报》这种媒体来干，对，然后这后续还在搞。所以我刚才讲的有3、4种的模式在发生中，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但是你不要急，慢慢看。但这个因为这个很简单嘛。他四中全会已经不开了嘛？对，因为到现在12月了嘛，不可能开了。对，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央经济会议12月底会开嘛？那开完之后，他明年的一定要开他的这个他的明年他的党全代会一定要开啊。对，那时候的人事变化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不光解放军哦，就会有解放军涉及到以外的常委的人事变化的可能性。好，所以体会。如果在我们这2个礼拜，我们全台湾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快高兴，我们的棒球居然拿到12强冠军。结果，他居然这样子，等于说风云变色。
台湾棒球很热闹，那中国大陆的政治也更加热闹。你知道，在这几个礼拜当中呢，其实发生过很多事情哦，包含他的解放军的将领被抓的事情啊，苗华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王后兵，火箭军司令才刚刚换上去，结果也被抓了。但是更加让大家怀疑的是说，为什么最近博瓜多到台湾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婚宴啊？你就觉得很奇怪、很纳闷啊。第一件事情啊，你在国安会待过，你也长期做这个战略思考。你现在回头过来看，你看的整个局，最微妙是博瓜瓜跑来台湾结婚。不用回头过来看当天的新闻，我就觉得非常纳闷。第一件事情，博瓜瓜这个家族基本上是被斗争的家族。对，照道理讲，你在海外来讲的话，你在加拿大。你就好好过生活吧，不然的话，到时候中共派什么特务会被抓起来的，对不对？这个基本上你看，这个金正恩的哥哥就被暗杀了，难道这个小孩子在海外不会被暗杀吗？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奇特，说他干嘛那么高调赶出来？对，干嘛赶出来，然后特别又来台湾，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奇妙。说来台湾很怪，对，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好了，按照我们台湾人的一个说法，女方来讲的话，已经结婚了，对不对？我们来办归宁，可不可以？办归宁可以啊，那你为什么不在罗东办呢？你怎么跑到新竹去办呢？对不对？而且就选择南园，南园大家都去过，大家有些人就去过，我也去过。我去到里面去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一个叫国宴厅，国宴厅是什么？在屋檐底下的，也就是说它在室内的。按照我们维安的做法，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个出入口越单纯越好，因为怕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混进来的时候，来给你暗杀或是给你怎么样。所以如果是在室内举办，我认为是合理。但问题是，为什么刻意在外面再搭个盆子呢？而且搭了个喷子是什么？就是透明的塑胶的屋檐，什么意思呢？刻意也要让人家看到嘛，而不是说自己全部密闭在一个空间里面嘛。这是一个维安上面一个特别很奇特的事情。事实上，他也不是因为维安，事实上也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他在办婚礼，他在那里讲什么话，他在那里让人家拍到他的画面。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看到了，他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白天呢？白天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啊，你事实上可以办晚上就好了。你要干这个通宵达旦过夜都可以。重点在于说，如果你真的要低调，你根本就不用让它公布出来。而且刚才讲是同一家媒体的这个所谓的南园，再加上后来所有东西都跟这个媒体有关。大家就会觉得这在搞什么？是啊，重点是说他又讲到说他爸爸妈妈是为了顾全大局。什么叫顾全大局？那当年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时候，18大的时候，2012年18大的时候，他们有3股势力正在斗争啊，准备要夺权啊。第一股就是习近平嘛，第二股就是李克强嘛，第三股就是薄熙来嘛。那胡温体制啊。为什么你看到国庆之前，习近平要把温家宝请出来？当年斗掉这个薄熙来的就是胡跟温，而不让李克强团派的上位的就是江泽民。所以大家认为说习近平无害，有习近平上去嘛？那习近平上去之后，现在呢，我们看到薄熙来他现在是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他是软禁而已在秦城监狱吗？秦城监狱，但是呢没有住在里面，他是到外面别墅也好或怎么软禁他而已哦。那你想想看他现在目前是75岁，邓小平当时。被毛泽东斗了之后，后来用了华国锋去斗四人帮，用这个四人帮被斗倒之后，邓小平再去斗华国锋。邓小平那时候几岁？70多岁而已，70出头而已。什么意思呢？人生70才开始，在共产党内来讲呢，不断的斗争，在斗争的情况之下，现在习近平他是不敢动薄熙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辈的。那他不敢动薄熙来。李克强是离奇的死亡啊！李克强现在这股势力不见了。那请问团派会不会跟？非习近平的红二代集结会来斗垮习近平，会这样吗？那也就是在海外的红二派跟内部的团派跟所谓的太子党的这些人，可能都在集结当中，否则不会有薄瓜瓜跑到台湾来干这件事情的一个迹象。所以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所以薄瓜瓜是来台湾吹号角的。当然了，因为习近平动不了台湾啊，台湾后面现在目前是美国在顶着啊，所以他是用这一招的方式来讲的话，你说跑到日本、跑到韩国，这些基本上对中国来讲呢，还比较客气一点。对，台湾是不可能对习近平客气的嘛，所以跑到台湾来理所当然，而且是高调的在举行婚礼，这就非常非常不寻常了。对，刚才讲一开始讲我非常低调了，我不要让人家知道了。可是搞了半天，影片也出来了，我也被我爸妈申冤了，该丢的我都丢了。是啊，所以这些话谁教他讲的？
这一定是背后有一个集团，那个集团是什么？当然，在美加地区的这些所谓的红二代，都是一直希望习近平下来的。而现在美国从共和党，现在川普要上台，不是吗？川普的最后任期在搞什么？就是划分中国共产党跟中国跟习近平三角关系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随时哪一个都可以拿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在整个美国 FBI 或者它 CIA 里面有国家情报局有一个最长的电文，就讲我们要对付的是习近平，不是中国共产党。是，所以习近平拉下来可接受。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如果还存在的话，这些红二代都会支持。立一个新君，立一个王储，又该如何呢？所以对包括台湾来讲，是有政治讯号在里面的。好，所以宇轩刚才讲到，其实博瓜这几年，你发现他非常低调啊，根本没有在公开场合，而且刚刚讲他在加拿大的那个公司是跟中国非常好的公司。你如果这么高调，你不担心你没工作吗？你不担心你不被对付吗？刚刚讲中国是很狠的，我今天在海外，我真的把你绑架，我真的要让你怎样都可以。他怎么敢来台湾这样子？然后你的时间点又刚好跟解放军的军头一个一个中箭落箭下马。宝来哥，你问他怎么敢？那只有一种答案嘛，他有底气嘛。那问题现在说，现在是谁给博呱呱这个底气？说我来台湾吹响号角，我来台湾呢大张旗鼓的去宣言，而且讲出那4个字，我们讲他是讲说他替他过去他父母的那种事情做平反，他为什么敢着讲这些话？因为理由很简单，其实从头到尾你要回归到现在习近平身边，他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领导危机嘛。宝哥，我问一件事情好了，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苗华这一件事情到底是贪污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当然政治问题啊，对嘛，政治问题嘛。刚刚都讲那4000万对他们来讲根本 piece of cake 嘛。对嘛，所以苗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定调是政治问题，那你就要一个一个看哦，因为根本不止苗华，最近还有一个人也莫名其妙消失了，那个人是谁？一样，习近平的亲信叫王春宁。宝杰哥，王春宁管什么？你知道吗？管军警的。就是说，他身边的禁卫队，如果第一时间有任何危案动荡的话，必须要来保护习近平。也就是现在的武警司令。对，刚才讲武警司令是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外最大的军事力量。当时刚刚讲的去包围这个大使馆的时候，是武警跟解放军两边要对干的耶。宝哥比军事力还有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可以勤王。也就是说，当今天国内有动荡、有任何危机的时候，请问一下，军队帮不帮上忙？没办法，一定是武警第一时间。当然，就武警消失了嘛。武警是9门提督对，就王春宁不见了，人间蒸发。再来一个林向阳，各位你知道林向阳跟苗华？所以你说刚才讲的，其实更关键，刚刚讲就是这个武警司令王春宁，这个王春宁不见了。对，好，那第一个嘛，习近平勤王的部队已经被拔掉了嘛，被卸甲了嘛。这第二个，林向阳他什么身份？林向阳跟苗华港兄的呢？港兄啊，当了福建帮了嘛，两个一骂金骂嘛，所以林向阳他才会我们刚才一直讲到说为什么轻生了，因为他知道已经索命符找上自己了嘛，看到苗华倒的时候就是他了嘛。而且刚才讲东区司令是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刚刚讲你今天如果真的要犯台，你调动所有的部队，就是东区战区司令负责的。而且宝雷哥，你知道洗脸洗到多难看吗？习近平10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有去到福建去视察，结果你知道去到福建视察的时候谁没出现吗？林向阳该到的，整个人就人间蒸发了，就现场完全没有任何人哦，就全部都不是习近平的人，然后就这样绕苦以后拍垮，就这样给他难看。而且我跟你讲，不只是讲到林向阳而已，我跟你讲，现在习近平最主要几个边，比如说我们讲军委会嘛，原本是董军他应该要进去嘛，结果卡了4个月，保结果后来有没有让他进去？没有啦。那苗华是不是也倒了？对，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现在军委会都是谁的人？习近平只剩谁？我一个习近平嘛，对不对？另外一个何卫东嘛，那其他人是我的人吗？不是吗？都不是我的人啊！你就说，哎呀，刘正利也算了。我跟你讲，刘正利不算，你知道什么吗？刘正利跟我们讲张幼霞，那个是我们讲的，他们是有同袍情谊的，他是他的旧属长官哎，所以当时原本第一时间点应该是要让刘正利去当那个国防部长了嘛。难怪刚才讲的姚晨，也就是在海外里面对中国军事非常了解的，他居然讲中国中央军委已经瘫痪了。对，那为什么谁要让他瘫痪嘛？我们再回归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习近平所有的现在等于是军权一道被卸下来，军委也停摆了，那背后就只有一个人有办法跟他这样抗衡啊，就张幼霞。就张幼霞有这个实力去跟他抗衡嘛？因为各位宝杰哥，你不要忘了哦，当时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2012、2013的时候要来扫黑树滩大清洗，谁帮他当这个筷子手的？不就是张幼霞那时候在帮他大动作，就一刀切吗？结果后来习近平做一个动作，我跟你讲，他是他自己找到的麻烦，他是不是要动李尚福？魏凤和挂了之后，他说要再动李尚福。对，那请问一下，李尚福是谁的人马？是张幼霞的。张幼霞人马嘛？那个时候他要动李尚福的时候，我跟你讲，不是只要动李尚福而已。
他是我们讲了，已经最后功成哦，等到他像刘邦一样，我这个功臣呢已经功成身退的时候，我要干嘛？我要把他给宰了嘛，我要把他给杀了鸟嘛。尽弓藏，对嘛，鸟尽弓兔死狐崩。我是要借由李尚福来去斗张幼霞，所以你后来看到发现说，从那一刻开始，张幼霞这整个派系开始零零扣扣对习近平开始反向进行什么？其实我跟你讲，不是斗争，他自保嘛。但你唯一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在这一回，不管说到底阴谋是什么，习近平就把输了嘛，他在这个斗争里面，他占据下风了嘛。否则你要去怎么解释？什么博呱呱这些，我们讲其他的原本都已经边缘化，已经是过去的残余孽党，他敢来台湾讲这个话？突然间开始在大鸣大放，因为理由很简单，现在这些迹象都只证明一件事情：习近平的领导危机，特别是在军方上出现了大问题。